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31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两个主题，第一个，中共政治局突然宣布三孩政策；第二个，疫情失控，广州封城那么先讲三孩政策我上个星期做过一个专题，就是中国现在年轻人的躺平主义。那么这个专题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么现在中国主流的舆论的方向就是讨论躺平主义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议题不当韭菜，不结婚，不生娃，不工作这个躺平，拒绝当韭菜那么大家正在热议这个话题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号召开会议那么宣布三孩政策那么看来是下的了这个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决策的汇报然后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讲了5点。第一，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2. 积极推进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第3，完成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第4，加快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撑体系。第5，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养不过来了，就要开始推孝字了孝是中国的统治者最无耻的宣传就是我不养，你们自己养，然后宣传孝会议指出中国人口总量庞大，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然后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措施，有利于改善中国的人口结构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统筹规划、政策协调和工作落实，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还有一些废话我就不说了那我们今天重点讲这个议题那么第一个分析第一个，国家统计局是5月11号公布第7次人口普查结果，5月11号，然后时隔20天，中共就宣布三孩政策，说明什么？说明普查数据反映出来的人口形势非常严峻，非常急迫那么以往中国的人口政策通常会在什么呢？会在2个场合进行调整，第一个就是中全会，第二个呢就是人大这通常是这2个平台上宣布之前持续的改变都在这2个平台上。那么这次呢，政治局是每个月都开那么每个月都开呢，中全会1年1度那么等不及了秋天才开呢，现在夏天还没过，政治局马上就动议这件事情，可见情况的紧迫性和严重性那么这个情况也反映了什么？也反证了国家统计局在5月11号公布的这个第7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严重造假那么中国各级政府为了他的政策各种谎言那么但是呢，这些谎言呢总是穿帮，为什么？因为他后面的政策
总是会把前面的政策给怼穿了，怼穿前面的谎言。那你看一下啊，第7次人口普查它宣布的结果是，中国的总人口是14.4亿14.43亿人口。那么2000年去年出生人口1200万，那么这个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是1.3那么这个结果呢，其实是延续了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那么这个人口普查数据，第一，保持在14亿以上第二个，人口的总和生育率还有1.3那么去年的出生人口还有1200万那么如果这个数据真的是这样的话，那真的中央政治局着什么急呢？那么现在普遍认为，第7次人口普查造假严重那么实际上呢，中国的实际人口呢，实际上是只有不超过12.8亿，中国已经失去了人口第一的位置，已经让给了印度那而且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会低于1.1 1.1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个妇女一辈子只生1.1个孩子那么后来呢，国家统计局这个数据被广泛的质疑那么大家都拿出很多数据来证明这个造假那么后来国家统计局跑出来解释，说这个数据是有矛盾这个矛盾的原因是什么？矛盾的原因是因为2019年的数据不准确它就牺牲掉平时的这个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但是这不足以证明它的数据的可靠，而这次政治局的会议证明了它的谎言这是第一。第二，三孩政策其实还是计划生育政策那么仍然是控制人口，仍然是把人口当作负担这是中国的总体人口政策，并没有改变，只是局部的继续放松而已所以呢，你从这件事情看出来，中共还是要控制人口，还是要掌控生育权，就是中国的老百姓还是没有自己，还是不能够掌握自己生育的权利，中共还是要捏住这个权利，让你生一个你就只能生一个，让你生2个就只能生2个，现在是让你生3个就这个意思但是其实非常荒谬那么就是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放弃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仍然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共为了自己的权利置国家利益于不顾，那么就是所谓的结党营私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实际上中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人口形势，他为了继续控制这个生育权，不放弃计划生育政策，这就是一己之私所以呢，这是第2点。第3点，中国的人口形势大势已成，无法改变这个局面这个局面已经，就算他推动3孩政策，其实已经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局面那么2013年实行是这个有条件的2孩政策，就是2个独生子女可以生第2个。形势不妙到了2015年全面放开2孩，就是都可以生2孩了这2项政策结果怎么样呢？这2项政策就是2013年也好，2015年也好，其实并没有改变中国的人口形势，它只在2016年产生了些微的影响，轻微的影响。那么中国就是新生儿童的这个新生人口的断崖式的下跌，这个趋势没有改变。目前根据中国第7次人口普查，就算用它第7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中国已经超越老龄化社会，迈向深度老龄化社会。中国社会现在，这是中国的人口现实啊。那么时至今日，中国应该干什么？应该放弃计划生育政策，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而不是计划生育政策。就算是三孩政策，还是计划生育政策。那么现在应该采取鼓励计划生育政策。就算现在中国采取鼓励生育政策，它不能改变这个人口形势，它只能推迟深度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啊，这是个局面啊，这是第一。第二，三孩政策不会有效果啊，为什么？第一，目前影响中国生育率的，并非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因为你现在总和生育率是 1.1， 你现在已经全面放开二胎了，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很多人不生，或者只生一个。那么你放开二胎，所以实际上影响中国生育率的不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有影响，就是有些想生3个、4个的生不了，但是在中国这种人少吗？非常少。那么影响中国生育的真正的是什么？真正第一是观念，计划生育实行1978年开始到现在啊。那么你想多少年？几十年下来，影响的中国人的生育观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有的社会状态不利于生孩子，成本太高，生育成本太高，生活成本太高啊，然后大家生活的压力都很大，不愿意生孩子，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放开3胎干什么？你直接放开4胎不就好了吗？所以力度完全不够，所以没有影响。这是第3点。第4点，三孩政策一出来，骂声一片。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躺平呢。为什么躺平？你割我韭菜，我怎么努力也没有用啊！中国社会内卷，什么叫内卷？你啥都不改变，什么政策都不改变，什么制度都不改变，我怎么拼，怎么努力，996都不行，996都变成福报了，我干嘛要去这样？我就放弃，不合作，非暴力不合作，还生娃，我都躺平了，还让我生娃，这个话题，其实中国现在的中共的这个三孩政策出来，正好迎头撞上了什么？迎头撞上了这个三孩，这个躺平的热议话题。所以新华社下面的这条新闻下面的讨论，那骂声一片啊，大家都躺平了还生娃，躺平主义，不工作，不结婚，不生娃，这就是躺平主义的本质。我在看到一个，给大家念一个躺平主义的宣言啊，这个豆瓣的躺平主义已经给炸了，豆瓣躺平主义已经给炸了啊，炸得很厉害啊！我看一下这个宣言，我找一下，我昨天看见了，我把它拷下来，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相当多啊，相当多的议题，不说了，算了，来不及了，还是继续我们的话题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效果非常的呈现一个非常反的效果，骂声一片。然后人口学者易富贤这么说了几句话，我在推特上看见啊，看来计划生育是没完没了了啊，单独2孩破产，全面2孩破产，又来个3孩政策，然后4孩政策，5孩政策吗？易富贤讲了一句话，这话非常的深刻。他没说谁啊？他说伸进老百姓裤裆里的手就是不肯抽出来啊。
是这个意思吧？就是中共不肯放弃，他就要捏住中国人民的生育权，不放给中国人民。那么他这么说，他说这次在2020年这个普查刚公布结果，就迫不及待宣布三孩政策，可能是因为普查真实的人口数据太惊悚了，尽管不敢公布，但还是下入了决策层。他说，我前几年对媒体说二孩政策为时已晚，而且太少，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有条件的两胎政策和普遍的两胎政策都没有提高生育率，同样的，三孩政策不会提高生育率。他也认为，生一个孩子或者不生一个孩子已经成为中国的社会规范，这就是观念改变啊。社会和经济模式迎合了独生子女政策，而且惯性效果应该会持续存在。充其量，中国政府只会复制日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比如说提供免费的托儿服务。做梦吧，中国会提供免费托儿服务，我才不信呢。免费的教育啊，高中都普及不了，还免费教育呢。对年轻夫妇提供住房补贴以及对儿童免费医疗服务，我不相信啊。韭菜怎么会对韭菜提供这么多优惠政策啊？他说，日本的生育率从2005年的 1.26 增加到了2015年的 1.14， 我刚才讲日本采取的这些政策，然后到2019年又跌到了 1.36。他说，中国老龄化导致其经济增长放缓，地方政府正面临债务危机，根本没有财政资源鼓励生育。对中国而言，将来很难将总和生育率稳定在 1.2 的水平。这就是易富贤的观点。我们的结论啊，第一，人口造假不能改变人口形势的急剧恶化啊。第二，三孩政策出现在错误的时空当中，不能改变这个局面。第三，中国将失去人口第一的大国地位，快速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社会，中国国运将就此走下坡路啊。这是我们总结啊。那么顺便讲一个记者会啊，这个我可觉得挺有趣啊。这个记者会是谁开的呢？国家移民管理局31号开了个记者会。这个移民管理局的副局长叫屈云海，在这个会议上说这个当前这个境外疫情形势严峻啊，那么在此期间组织从事非法出入境活动的犯罪分子要予以严厉打击啊。然后他就说什么？他说，正告组织运送、引带、容留偷渡分子的不法分子将受到法律严惩。他说，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运送他人偷越国境啊，都是严重的罪行，最高可判无期徒刑啊。就是意思就是不能偷渡国境，不能组织人偷渡啊，就这个意思啊。偷渡这么严重啊。好，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就讲到这里啊。第二个，我们来讲这个疫情失控，广州封城。广东卫健委官方通报，5月30号，那0到24时，广州新增确诊18例，其中14例为无症状感染者确诊，佛山确诊2例无症状啊。那么也就是广东省本土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例，深圳2例，这个佛山1例。那么从5月21号新一轮疫情出现到5月30号，广州市本土报告的确诊病例是23例，无症状7例，也就是这一轮疫情确诊人数达到了30人啊。人多吗？一点都不多，才30个人。但是广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30号晚上发布通告，
为了减少人员流动带来的疫情风险，决定对离开广州的人员、车辆采取管制措施。通过机场、铁路、公路、客运站离开广州的旅客，不含中转，必须凭健康码绿码，并持有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那么才能够离开，否则的话不能离开广州啊。这封城，这就是封城了啊！封城讲的就是这个啊。不能够出具核酸检测证明的旅客可以申请免费退改签啊。那么离开广州出省的小型汽车司乘人员必须持有72小时核酸检测证明啊。那么为了确保货运车辆正常运行，广州市会设立若干干线货车司机的核酸检测点，那么时间地点另行公告。那么通知是5月31号晚上10点起实施啊。那么失效日期另行通知啊。在30号举行的广州市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陈斌通报，5月29号啊，截止5月29号，广州第一轮核酸检测排查基本结束啊。那么累计检测了225万人。截止30号14时，这一轮排查当中发现感染者20人啊，那么无症状的是19人，确诊病例1人啊。陈斌说，已经检测的基因测序结果高度同源，均为传播速度极快的印度发现的变异株啊，就是印度变种啊。但是广州至今都没有公布这一轮疫情的源头，就是1号病人到底是哪里，不知道啊。广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5月30号开始，在荔湾区核酸检查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大全员核酸检测范围，区域覆盖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白云区、这个番禺区的重点区域。广州现在有11个区啊，那么天河、海珠、荔湾、荔湾、白云、黄埔、花都、番禺、南沙、从化、增城啊。那么其中呢，越秀区是广州市政府的核心部门所在啊，广州市委、军区、省委这个都在，省委大院、省委组织部、交通部都在越秀区啊。那么陈斌说，这次扩大核酸检测范围，那么同一天，广州市实施分级分类防控措施啊，那么主要是为了争取短时间之内切断这个感染链条。那么29号，广州市民政局宣布，这个广州市结婚登记颁证时停止使用，然后结婚离婚都要预约啊，这是一个啊。然后广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疫情分级分类防控通知啊，这个通知讲的是什么呢？广州市荔湾区的5个街道啊，一个是海龙街、白鹤洞街、中南街、东教街、冲口街5个街道列为疫情防控重点区域，所有人员居家为主，停止非日常生活必须的一切活动，就等于是封起来了啊，封起来。娱乐场所、室内文体馆、批发市场、学生儿童托管机构一律停业，幼儿园、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餐饮场所禁止堂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广州市交通部对这个刚才讲的5个区域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这5个重点区域，7个地铁站，所有的出入口只出不进啊。
然后防控区域内的83条公交线停止运营，那么经过这个区域只下不上啊。那么防控区域内禁止这个出租车、网约车运营啊，也停止接收快递。那么5月20号，广东省烟草公司暂停全市烟卷配送，为什么？因为广东市烟卷这个物流配送中心就在这个海龙街上，那么它一控制车流，它整个广州市的这个卷烟配送就没办法做了然后就是航空，截止5月31号，白云机场累计取消航班304架次，深圳市宝安机场累计取消184架次。那么多家航空公司这个陆续发布涉及广州、佛山这个国内航线的这个特殊处理方式大概是这样那么由于这个疫情，这一次的广州的这个疫情来得非常的突然，而且非常的快速，而且这个印度变种的这个病毒呢，传播力非常的强，引起当地民众恐慌那么现在这个各地打疫苗大排长龙，通宵轮候，还出现了混乱和打架的情况。那么在这个荔湾区荔湾区要求区内100万人2天之内完成疫苗，结果造成一片混乱那个我们简单的再描述一下，广东这一波疫情，在广州主要是出现了一位这个75岁的阿婆这个阿婆呢，她喝茶引发了一系列的传染，但是到目前为止，就叫早茶传播链，早茶传播链到目前为止是13个人13个人。那么这个广州疾控副主任张周斌说这次疫情传播速度极快，一起吃一顿饭或者是短暂的接触非直接的接触都可以传播。所以呢，现在的这个疫情传播链已经到了佛山，到了茂名，到了南宁，所以这件事情还在发展当中。深圳这边的情况就是盐田港盐田港有这个4名无症状感染者，17号参与了这个东方温哥华号货轮的作业，所以他们集体感染，然后集体感染呢又出现了延伸，但是呢，深圳市卫健委就出来说这个目前已经累计无症状感染者有13例，这13例呢全部通过这个流行病学调查可以看出他们全部同源在哪里？同源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东方温哥华号这个作业的人群以及这个人群传播开的所以基本上他们认为现在深圳疫情排除和辽宁、安徽、广州他们疫情的关联性所以他认为已经找到了这个源头，可以控制得住深圳的情况就相对好一点，但是深圳也在封城所以深圳的之前涉及的龙岗区的有一部分街区已经开始封起来大体上情形就是这样我们评价一下深圳还有一个，深圳说这个盐田港正在开展盐田全区核酸检测那么和这个疫苗接种全区要17天之内完成3次核酸检测，5月31号进行第3轮检测，然后这个到5月30号，全区92.53%的人已经接种疫苗，
龙岗区报告，截至5月30号，累计筛查了103万人。那么之前过去1周内，深圳对这个流动性大、接触面广、暴露风险高的行业重点人群进行了核酸检测，其中包括13万公交车、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结果均为阴性。大概是这样啊。评价一下，先说说美国吧。美国现在1.677亿人接受了疫苗接种，占人口50%。那么1.351亿人完成了全部的接种，就打2针，占人口的40.7%。那么现在美国每天将近有1万人，全国有1万人，已经下降了很多啊，1万人确诊。但是美国已经各地开始 reopen 了，那么各地民众的情绪越来越乐观，大家都在感觉到疫情正在过去啊。那我们预判估计在7月份应该是恢复正常，6月份应该是打得差不多的了。那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美国打疫苗，它对这个疫情的控制情形非常的明显，这是美国。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5月30号啊，31个省，那么确诊多少？新增确诊病例27例啊，那么本土病例呢20个啊，那么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全国到5月30号打了多少呢？打了6.39亿啊，6.39亿剂，占总人口的44%，已经超过美国了啊。那么5月30号，广东省只确诊了32人啊，广州就开始封城了啊。为什么？为什么会？那你看美国每天还有，美国全国一天有1万人，将近1万人吧确诊，但是美国已经开始 reopen 了，开始重新开放啊。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游乐场都开了，餐厅就不用说了，游乐场全部都开了。那为什么中国总共只有几十个案例就开始封城了呢？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不同，这么不同？几点？第一点，说明什么？说明疫苗不可靠，中国国产疫苗不可靠，国产疫苗的保护性有疑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打疫苗的数据也不可靠啊。如果真打了那么多，而且这么有效的话，为什么要封城？为什么恐慌？你就通过这些事情，中国的事情，你要看，把后面的事情跟前面的事情联系起来看，你就会发现前面是在说谎。你就通过这件事情，你还是能看出什么？看出来，这个靠吹牛、靠说谎、靠这种牺牲人权形成这个局面，总是会穿帮。为什么美国的情况，为什么他不恐慌？为什么不恐慌？因为有疫苗啊，有科学做靠山，大家不害怕。你至少有问题就有问题啊，不是说把问题掩盖住。这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啊，情况就是这样。好吧，今天我们就把这2个主题，就跟大家报告到现在。下面我们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我们需要大家给我们更多的点赞啊！需要大家点赞，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会面对很多五毛的攻击啊，所以大家给我们多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好，明谢魏唐，谢谢二师兄，谢谢 AX 陈，谢谢 SYU， 谢谢 VA 告，谢谢姥姥王，谢谢不准生育，但随时可以死，鼓励生育，但还是不管你死活，啊，很到位啊，很到位。情况。
我的粉红老妈今天被这三胎的消息打懵了，这个消息发布的太愚蠢了，连老妈这一代人都觉得不对，可见现在的政府多么的弱智啊！好吧，说的很好，我没什么话说，我觉得说的太好了啊。就是说，你感觉中国政府现在出政策很像什么？很像清政府，就是蛮横，又蛮横又愚蠢。而且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他不知道他蛮横和愚蠢，而不自知啊，这才是中国政府现在的问题啊。观点：新华社微博提出4个选项调查，对于三胎，你是迫不及待想生，准备想生，想了解一下再生，压根儿就不想生，选择不想生的压倒性多数。新华社很快就删了这条微博，这是人口普查数据难看，所以造成仓促出台新政策，顾头不顾尾了。OK， 观点：计划生育来限制生育容易实现，卡住户口这一步就能完全做到。相反，鼓励生育那就不是限制来实现得了的事情。一个孩子的内卷化已经那么严重，有几个家庭还有生2孩或者是生3孩的意愿，没有生多胎的社会环境，光推政策只能说明这完全是一个拍屁股就想出来的决定。但凡有一定实力的中国家庭，都想办法把孩子送出国。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中国的环境是怎样。这个说的非常到位。哪里呢？中国很擅长什么？限制啊！中国一直在短缺，中共建政到现在，很短的时间是没有限制的。它什么东西？中共很擅长控制需求。为什么？因为它一直没有生产出足够多的物质满足老百姓的需要，所以它最擅长的工作是什么？限制大家的需求，就是比如说凭票供应啊，限制需求。它最不擅长的是什么？它最不擅长是鼓励消费，不擅长。为什么？没干过。中共从来没有他把物质生产的那么多，让大家鼓励消费，从来没有过。为什么？没能力啊，没能力啊，烂呐啊！所以他比如说票证就是鼓励消费，鼓励消费不来，搞不定。刺激消费干什么？刺激消费搞房子、搞汽车，其他就不会了啊。那鼓励是控制计划生育，它可以捏住你啊，捏住你。刚这个网友说捏住户口，其实这跟真正的是什么？捏住子宫啊，捏住子宫。就是你怀上了给你流产，就是这个啊。那么鼓励生育会吗？不会。鼓励生育，所有鼓励政策，中共都不擅长。为什么？他没干过啊。提问：普通民众多数表示不愿意或者不情愿、不愿意三胎政策，不少人在官媒下面留言，关系后期出台什么样的配套福利政策。以目前 CCP 各级地方政府多数普遍高赤字、高负债的财政状况，会出台一些鼓励三胎的福利政策或补贴吗？还是最后又照样变成一个自己生自己养的烂计划？福利，中共福利批了这么多年，从1949年建政到现在，一直在批福利政策啊，批到现在你还去指望他给你出福利政策？他别说没钱，他有钱也不给你，他干自己事不好吗？为什么给韭菜福利？所以我不相信他会有什么福利政策出来。配套怎么配套？谁掏钱？我请客你会抄，这差不多啊。情况：同学08年与前女友争执，女失踪8个月后生了个女儿，要求其抚养并上上海户口。同学纠结后要孩子不要老婆，拉我陪他去街道咨询非婚生子女上户口的事宜。他很聪明，先去隔壁街区的街道咨询，结果里面的阿姨不做回答，也不让走。
后知道如果有这种情况，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要敲掉扣奖金，结果同学刚到家，接到计生委干部就已经上门做工作了。OK，计生干部断子绝孙啊，情绪毛要打大仗，鼓动20多年的农奴生炮灰，邓禹万里屋里拍脑袋，就掐到一个屠鹰无数。现在又是三胎政策，总之共匪就是拿老百姓当圈里的畜生对待，就是怎么说呢？生几个，中国老百姓定不了，这个党来定啊。情况之前说要放开二胎，但是湖南省有些城市的半边户，就是父母有一个是城市户口，一个是农村户口的，2012年生的小孩子还是罚了款，美其名曰社会抚养费，不去交罚款的话，居委会每天上门服务，还直接把银行账户冻结了。湖南这方面是干得非常狠的啊。观点专家估计也是没办法，只能让生了二胎的再努力一把。对于不生娃的，他们也没有办法。之前有一个这个香港的一个中原的老板施永青跑出来讲说，这个以后规定不生完2个不给用这个避孕工具啊，这就是拍共产党的马屁，结果全香港人的臭骂他。施永青一向就是这样，就是拍马屁耍聪明啊，以为自己很聪明啊。观点：历史有发生过差不多的事情。1690年到1850年间，朝鲜国分成3级，贵族级从9.2上升到70.3，而人民和奴隶分别由53.7下降到28.2%。和37.1下降到1.5，说明没有未来，谁也不想生孩子啊，有未来就想生啊。提问：中国人的家族文化非常浓，不结婚不生子就是对父母的不孝。这些躺平的年轻人是如何冲破这些家庭文化，说服自己的父母？很容易说服啊，你给钱呗，你给不给得起？你给得起就说服了，你给不起的话，那我只能躺平啊，你说呢？现在的父母也想通了，没那么执着的了啊。你看一下，我看的几个视频里都是老头老太太在那讲，哎呀，这小孩子就别生了，生了还得负责带，你说啊？现在没那么执着了，有执着的。但是不是那么普遍，因为你想一下，生孩子成本真的是很高。现在父母还逼着你生，有吗？有，生1个可能会逼一下，生第2个我估计就很难逼了啊。情绪：我是80后独生子，曾经有一个弟弟被强制要流掉，妈妈差点因此丢了命。现在放开2胎，推出3胎。感觉自己的存在就是一个尴尬，果然是韭菜。最近一系列的事情啊，就是从这个躺平主义到放开三胎，其实让很多人产生很大的冲击。什么？就是放开3胎这件事情啊，三孩政策这件事情，其实对中国人最大的冲击不是我可以生3个孩子了，不是。是大家开始认清楚自己韭菜的这种身份，这件事情给大家的教育是这个，大家觉得之前老觉得我还是赵家人吧，就老觉得自己是赵家人，但是你一看这个3孩政策之前的躺平，有躺平主义铺垫，然后这个3孩政策一出来，所有人都明白了。我真是韭菜，我真是圈里养的那个，圈养的那个，自己没有权利生啊。那么生几个由领导定，那你是什么？你的属性是什么？除了韭菜没别的呀啊。
停续现在适婚年龄的被光棍的男性得有多少？他们大部分想当爹，共党给配房、陪媳妇儿吗？我这长白山地区的农村，十几年前女方要看男方家具备10万以上的存款才同意处对象，订婚时彩礼10万以上，新房、新车首饰另算，这就娶不起了吧？提问：二胎政策的效果如此差劲，根本没有什么作用，政治局的人不知道吗？搞了这么久，拿出这样的政策出来，是麻醉自己，还是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这是个好问题。所以可见中国的人口政策的制定者全是骗子啊！为什么？因为其实二胎政策就是二孩政策效果不彰啊，其实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是他忽略掉这个不好，才会有三孩政策。所以证明了中国制定中国人口政策的这帮人全部都是既得利益者，全部都是骗子。观点今天的题目让我想到纳粹的计划生育，纳粹强迫未婚妇女生育，以减缓当时低出生率的问题，以及达成他们所谓的纯种雅利安人的相关政策，令人毛骨悚然。但愿现在不要再看到一次类似的事情发生，否则呢，真是人间地狱。情况，独生子女的父母只有一次试错的机会，但是政策可以有无数次试错。本人80后，父母知青去了北大荒，回沪后响应国家号召计划生育。我中学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条条大路通罗马，报考自己喜欢的计算机专业，全国重点职校。现在即便雅思5.5，是找工作只能托熟人，有能力根本没有用。老婆怀孕时就开始看学区房，当时置换要补贴400万，户型还比我们原来的差。OK， 后面这句才是亮点，户型还比我们原来的差啊，这是亮点啊。观点，在我们老家，猪如果不下崽儿，养猪的都会去看看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是猪圈不够大，还是猪压力太大？找到问题，解决问题，猪自然就下崽儿。没有成天拿文件给猪看，一直逼猪子下崽儿的，好吧？情绪，专家这样建议，不是专家不懂，只能说明专家真的没办法了。折腾了半天，新生育的家庭并没有增加多少，搞来搞去，只能是让原来已经生育的希望他们多生点。如果把这看成一门生意，不断的打老用户的主意，只能说明他们已经找不到新用户了。本人墙内90后，不想躺平，更不想成为韭菜，那你就得离开情况，国内单亲妈妈无法享受生育金，因为领取生育金规定要夫妻双方结婚证明。我待产期间没有拿到公司1分钱工资，也没有拿到生育金，但是每个月还要向公司缴五险一金个人份额。前段时间生育金窗口短暂的向单亲母亲开放，北京、上海都有单亲妈妈申请到生育金，当时感觉政策还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变的可能。结果1个月后，生育金窗口再次关闭，鼓励3孩的政策不让愿意生孩子的女性拥有更多保障的认可。大国崛起中共天天吹牛大国崛起，大国崛起解决不了单亲妈妈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初中升高中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贫困的问题，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只解决什么？中共想要的东西。想要的什么？军队、新的装备维稳的措施，覆盖全国的这个摄像头这是解决这些问题网格化管理，还有唱红歌搞宣传，中共简史，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老百姓的这些问题全部解决不了。观点，鼓励政策从来不是中共的选项，
就是吝啬，鼓励是真金白银拿出来的，早期的吝啬是真的穷，现在有了几个钱，还是藏不住内心深处的穷。不是，他根本不在乎你，你不是他的国家目标。韭菜怎么是中共国家的目标呢？不是，中共的国家目标是红旗插遍全球，是他的初心，跟你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所以不会把钱花在你身上啊。观点：党员应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国生育，40岁之前生不到3胎，需提供体检报告，以证明无法生育，无法出具体检报告，开除党籍，开除一些公职，也好，这个建议也好啊，我觉得啊也不错啊。观点：为什么中国政府总给人民灌输福利不好、养懒人的观念？因为福利政策要求政府做更多。中国政府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提供，又怎么会让国民要求更多呢？说得很对呀，大白话啊。观点：人太多就1胎政策，人太少就3胎政策，结果催生了躺平主义。真的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结果煮出一锅粥啊。OK， 好，这个好，结果煮出一锅粥啊，结果乱成一锅粥啊。情况：坐标广州，今天开始全市除防御重点人员以外，其他人员疫苗接种全面停止了。目前给的说法是为了全力保障核酸检测和流调。有道理吗？没什么道理啊，不应该停啊，对吗？为什么停掉呢？愚蠢啊！要么就是疫苗不够了啊，生产不出来，或者要么就觉得疫苗没有用，没鸟用才会停掉。要是有用，为什么要停掉？你想想，脑子进水了吗？情况：看到广州封城，第一时间在群里告诉广州上班的同学要小心，他们却笑我被外媒洗脑，让我差点吐血。他们真心觉得中共防御严谨控制得很好，这么相信中共却拒绝打中国疫苗，感觉他们内心其实是不相信政府，只是玻璃心，不能让外人批评自己的国家，再差也要捍卫国家以及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国家你想多了啊，那国家不是他的。你告诉他呢，他当然要笑你一下，为什么？你让他觉得矮了你半截，所以你这份好心呢，让他觉得不舒服。所以，而且广州上班的同学真不需要你通知，所以大家不要去做这种好心。为什么？不一定有好的效果。他会不知道吗？他怎么会不知道？他知道的。你做这个动作呢，伤了他的自尊心了啊。情况：广州进行核酸检测时，不区分打过疫苗和未打疫苗的情况，甚至是打2针的，一般都要进行检测，说明政府很清楚疫苗的保护率啊。情况：深圳龙岗小区都有医护人员在做普遍性的核酸检测。情况：打疫苗成了政治任务，层层打，层层加码，不打等同让你离职，打的是科兴疫苗，心里很虚啊。情况：今天5月31号下午5点54分，广州新闻发布会宣布，即日起暂停广州新冠疫苗的社会接种啊。只有这一句话，未说明原因，那就是真的没鸟用，没鸟用才会停。有鸟用的话，他为什么要停？你既然有这么多开始出现，你都要封城了，那应该是什么？打一个开放一个，打一个开放一个，对吗？因为你已经有保护了，那你不用封到屋子里头啊，对吗？所以这个有问题啊。情况：今天5月观点：中共最近一直在宣扬广东病毒是印度毒株，但是又找不到源头，然后官宣又说越南新型的变种会空气传播，感觉就是为未来疫情爆发找责任转嫁方，没有用啊，没有意义啊，有什么意义呢？爆发就是爆发，爆发了就是爆发，没爆发就是没爆发。有疫苗你就心里踏实，不用担心，慌什么呀？你现在慌成这样要封城，说明什么？
说明疫苗没用啊。美国现在每天还有9000多个感染确诊，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开放了，什么情况？因为大家都受保护啊，疫苗可靠，对吗？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共为什么不直接取消计划生育？我不答你，把前面的节目再看一下，好吗？我们已经讲了。提问，今天豆瓣10多个关于躺平的小组全部消失，想问中共在舆论掌控方面为什么如此高效？这套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决策人是哪些人？好问题。中共的舆论管控2个部门，第一个叫中宣部，中宣部是整个舆论管控的中枢大脑指挥中心。网络平台上面的管控由谁负责？由网信办负责。网信办所以是中宣部里面规模最大的一个部门。网信办不属于中宣部，但是他的主任是中宣部的副部长。然后网信办有2个招牌，一个招牌是什么？一个招牌是国务院网信办，一个是中央网信办。中央网信办归中宣部管，国务院网信办没人管，实际上就是中央网信办的另外一张牌子，就这个意思。所以它的核心是谁？它的核心是中宣部，具体执行者是网信办。那么高效吗？很高效，一个电话全搞定，就是这样，全平台管理。复杂吗？其实并不是很复杂，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他们做舆情管理系统已经做了10几年，投入以亿为单位的投入吧，做这个舆情管理系统啊，所以很高效啊。情况：明天6.1节，6一儿童节，单位发几本儿童书籍，我就猜想会不会有红书。看他们去领的时候，果然一套书里面有2本红书，单位的小孩才2到3岁，就要开始发差别学红书，还要拍照，说明更正描红，我快晕厥过去了。提问：6一儿童节，孩子被学校拉去农庄岳母的演出歌颂党，有什么办法不让孩子去？觉得我在毁他的童年。提问：最近欧洲有5个国家外长访华，匈牙利、塞尔维亚比较亲华，但是波兰和爱尔兰为什么会去？实在不明白，尤其是爱尔兰。前几周那位逃跑的 BBC 的记者也是爱尔兰人。我印象中4个国家，你为什么说5个国家？没有什么呀，派个外长去，有什么有求能拿点钱，拿点项目回来也好，没关系啊，有没有损失，对吗？观点：这几年政策一般都是下文件喊口号，哪有真的拨钱的？拨钱也就够做宣传栏喊口号活动用。情况：观点：打卡欧洲，我们一边打疫苗，一边还有每天几千人染疫。从今天起，唯一关闭的餐饮业也解封了，没有必要封城了，就是这样。其实欧洲也在解封，美国也在解封啊。情绪：王先生你好，我从反送中的时候开始关注你的，但是因为贫穷，一直没有办法请你喝过东西。没有关系啦，没有关系啊，真的。最近我的游戏星座卖得很好，解决了我的经济问题，请您喝我最喜欢的无糖无咖啡因的可口可乐。感谢这2年王先生的陪伴和教诲，同时祝愿墙内的网友肉身翻墙。我也祝你早点肉身翻墙，感谢你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情绪已经不记得第一次听王老师节目的具体时间了，大概快2年了吧。你的节目已经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受益良多。看待问题的角度跟以前不一样，往往能够排除干扰，直接看到本质这很厉害。再次表达感谢，请王老师喝一杯红豆冰。好，红豆冰好。观点：如果不是 CCP 若干年前早就准备好疫苗，
他们怎么可能造出那么多灭活疫苗？要知道，需要在高安全的实验室从毒株开始培养，去毒后才能成为疫苗，要不然就是生理盐水的假疫苗。反正我总是觉得，他在这么短时间之内一口气打了6亿多，我觉得6亿多里面大部分都是生理盐水，因为我不相信他能造出来这么多，而且第一，产量有这么高；第二，有这样的品质控制；第三，在运输过程中还不出问题。我觉得中共做正事千疮百孔，连滚带爬，又不是第一天了所以我不相信，我真心不相信情况前天周末看到坐在电动车后面的孩子身穿红军服装，瞬间晕厥，原来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情况在躺平这个话题上，谁出来带节奏都不好使不管是新华社、人民日报还是企业家，下面通通是骂声一片情况我天天和父母说，疫苗的最新研究结果都是国际顶级期刊的文章，说这个疫苗不要打，打了也没用，说还能出问题他们天天嘲笑我说被境外势力洗脑。今天他们聚会，同行的人有 CDC 副主任和医院院长明确告诉他，医院到了主任这一级别没人打国产疫苗，这个疫苗就是一团糟，这才信我说的。我军科院的同事参加疫苗有效性统计汇总工作，一提疫苗他就说3个字，你懂的，然后换话题。国内环境太恶劣好，明谢 Regan 谢谢 Helen 谢谢情绪王先生，疫情以来夜以继日，日复一日，开启明智，真诚睿智，针砭时弊，谢谢。好，感谢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那么我会继续努力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